兄弟们，我好像找到了一个连电鳗都电不动的生物。众所周知啊，电鳗的体内可以放出几百伏的电压，可谓是电鳗面前众生平等。泥鳅这种生命力顽强的物种，电鳗甚至都不用碰到就能一击 KO。就连牛蛙这种吃不进去的大型猎物，也会在碰到它的一瞬间被斩于马下。哎，不一定吃，但就是电的玩意儿。甚至是人类这种统治了地球几千年的世界霸主，也会在一瞬间被电晕。更严重的还会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报错专业，真是不可谓不惨呐！媳妇儿，那牛蛙下回少放点辣啊！就这样一个物种，偏偏让我发现了免疫它的生物，就是小龙虾。给你们试验一下啊，看着。瞅着没？电了，但是没用，甚至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它的壳不导电，还是它的内部构造不怕电，甚至电烦了还会夹电鳗嘴唇的玩意儿。要么咋说小龙虾是最泛滥的入侵物种呢？我之前一直想给电鳗找一个同居室友，之前回养的肺鱼号称鱼类血量天花板的都被电鳗给电养泳了。这回倒是找到了小龙虾能跟它混养，可惜小龙虾长得太丑了。哎，老板，那俩最大的多少钱？到手了。谁说小龙虾没有好看的？天空魔蓝嘛，我怎么把这玩意儿忘了？店里最大的两个让我薅回来了。去吧，我的第一个投入壮士，你们的虾生由此改变。也可能来了，跟我计划的一模一样。行了，这俩玩意儿算是搁这里种下了啊。哎，对了，卖我虾那老板跟我说这虾是1公1母，等我研究一下这玩意儿怎么繁殖的啊。根据物种进化論，我很有可能培养出来一批天生绝缘的小龙虾出来。我这个龙虾电鳗混养组合，那同居的是非常之好。现在是電鳗不電蝦，蝦不夾電鳗，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一個打破平衡的第三者。Timmy 自打蝦進這個缸裡頭，哎，他天天就蹲這瞅。下來吧，姐，你聽句勸，你真跳電鳗缸裡了，死的肯定不是蝦。但說實話，這次混養其實導致電鳗出了點小問題。它雷達壞了，電鳗的視力極差，眼睛還沒有鼻孔大，所以它會在身體周圍形成一個電場，用來感知附近的環境和獵物。以前獨居的時候，除了它之外的任何波動全是獵物。現在那嘎達趴倆蝦，電不動，所以就習慣了周圍有生物的存在。結果現在有獵物進電場，反而不知道該不該電了。有好就有壞嘛，只要貓不跳進個缸裡，現在我就阿彌陀佛。貓呢？這小欠爪子要是沒了，上樓了。上樓了不行啊 ！Timmy 之前就會自己開接腳箱子，漂亮。過程很明確了，先開箱子，放出來一隻結角，然後把結角下到斷尾，貓跑了，結角藏起來了。炒吧。找到了，現在給他們住哪已經不是重點了，現在重點是我的衣服再不洗要不了了。就用美的首款醫護級除真菌洗護套裝，這可是通過了中維安醫護級認證的。無孔內筒的設計能把髒東西隔離在外，防止衣物磨損。而且我這種終身與灰塵和動物毛作伴的人，就特別需要 COCO 元氣 2.0 自帶的小綠棒殺菌功能。畢竟貼身衣服最重要的就是乾淨。更友好的是烘乾機內配備了烘護元氣棒，裡邊植物萃取的天然芬多精成分能高效去味。程序還可以設置殺菌除蟎，以後我算是徹底跟一身動物味和螨蟲困擾說再見了。拿出來了啊！手工斷尾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但是它那個尾巴蹭上髒東西了，我一會兒拿碘伏得給它擦一擦。這給孩子嚇得欺負成啥樣？你等着，我現在去給你找場子去。Timmy，別以為你是我媳婦養的，你就可以為所欲為，為所欲為。嚴肅點，我不是在跟你玩。你等啊，我動不了你，不代表別人動不了你。哥們兒來，喝點水。喝，怎麼樣？有沒有感同身受那隻當時被你欺負的結角的那種被強者羞辱的感覺？哥們兒來，吃他貓糧。你吃你的，不用瞅他，有我搁這兒。咋那麼完蛋呢你？哎，喝你口水，你還跑人家裡尿尿，還跟我玩上南水北調了。不絕招。去吧，Timmy，你不一直想撈蝦嗎？魚缸蓋都給你打開了，我跟你媽出去溜達一圈，你隨便折騰，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啊。今天和王小怪來瀋陽動物園玩。哥哥，那回家烤了吧。兩頭熊需要游泳池、大環境、食物、魚肉。咱有頭熊吧？小豬可愛不？可愛呀、啊。肘子是哪塊兒？那個肩膀看到沒？那個這一段，這一段太小了。有點大豬呢，肘子香，這不行事兒，要不整回家養着。哥們兒跟我走啊！俺家魚有逗貓棒，哎，這個就不養了，這個餵不起。哇，好長的象牙，這個一直在自己封底。不愧是國寶啊，在國企上班期間還居然睡覺摸魚。
我家養的这个天青色灯眼鱼啊，学名也叫灯夹鲷，属于饲养难度地狱级別的海魚。難就難在它必須吃活食兒。飼養的話，一般餵它們吃剛孵出來的活豐年蝦。今天讓你們看看我是怎麼孵化豐年蝦的。接下來由我遠程指揮你的豐年蝦孵化實驗，王小怪先生。實驗開始之前，我需要最後確認一遍，您是否自願參加這個實驗？如果您選擇自願參加，那您將違反世界反豐年蝦孵化實驗法。教練，我想打籃球，不是，我要孵化豐年蝦。好，再次重申，這是你的個人的自願行為，與我無關。現在你下樓，樓下的衛生間裡有一台黑色的洗衣機，打開蓋子，裡面有一條黑白相間的短褲，短褲底下就是豐年蝦孵化器。在你拿之前，我需要問你，確定要動用這個東西的力量嗎？我確定。好，在衛生間旁邊的房間裡面有一個冰箱，打開冰箱裡面有豐年蝦的孵化卵。就是這個，立刻離開。接下來把豐年蝦卵用膠頭滴管擠到試管裡面，加入一定比例的淡水使它回溫，記住回溫需要1個小時。好，接下來挑孵化用的海水，在水裡面加入適當比例的海鹽，爽，使其鹽度值達到 1.030 左右。孵化時間馬上到了，3、2、1，倒進去。你現在到地下室裡面去，轉彎處應該能看到一個超大的淡水魚缸。豐年蝦孵化溫度需要27度左右，那個魚缸的水正好是這個溫度。把孵化器放到水裡，這樣就能達到恆溫27度的效果。由於孵化豐年蝦需要大量的氧氣，在給氧氣泵通電之前，我需要最後問你一次，你知道通電後的後果會怎麼樣？我知道，這會使地球消耗大量的氧氣，可是我還是要孵化它。好，7、8個小時之後，豐年蝦就會孵化完成。我最後說一遍，王小怪先生，這是你的自願行為，與我無關。8小時後。所以呢，經過這些簡單的步驟，也就孵化完成了。裡面這些一跳一跳的小東西就是活的豐年蝦。接下來再用這種網眼超級小的漁網把豐年蝦的活體給過濾出來，然後就可以餵燈夾鯛了。關上燈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原本蜷縮在角落的燈夾鯛全都開始滿缸轉悠去吃豐年蝦。眼底的發光器猶如黑夜中的星辰一樣皎潔，卻又轉瞬即逝。你們心心念念的我剛孵化成的小狗鲨還活着呢啊，卵黃也吸收的差不多。但是你知道他現在的泳姿吧？你們聽說過托馬斯全旋沒？我也不知道他為啥這麼游泳啊！我都合計要麼不行給他送工體去了，在我這兒浪費人才有點。然後前幾天我讓二哈幫我在廈門海鮮店收了一個重達15斤的超大海鰻，我打算放在鯊魚缸裡，然後為了保險起見，在二哈那兒養了幾天。然後就這樣了，就也沒死，但是閒着沒事就側躺，可能是漁民給撈上來的時候傷着哪了，這狀態我也不敢養啊。然後我就讓二哈又送回海鮮店去了。哎呀，你看啊，本來是可以去當網紅，結果自己不爭氣，只能拿給你回收，上酒席了。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完了，我估計這條海鰻現在應該在某對新人的婚禮上變成幾次盤菜了，這真是始於海鮮店，終於海鮮店吶。然後還有前段時間得皮膚病的電鰻，經過我長達半個月的治療，現在已經有明顯的好轉，身上大面積爛的這個皮膚已經開始接近於康復了，但是還是沒有開始吃東西。不過也沒啥事兒，你這玩意兒這皮膚已經開始漸漸康復了，脫離生命危險了，那就啥時候身體舒服了，啥時候想吃也就吃了。嘿，張一哥，沒事幹出來吃個蝦呀！這蝦我跟你說，鮮嫩多汁，緊實彈牙，用馬爾代夫的海水醃制了8856年。啥也不說了，扔裡，讓章魚哥給大家展示一下他超強的捕獵本領。章魚發現獵物是依靠他那超強的視覺，這種物種的視覺，你奔我來幹啥呢？蝦擱那兒呢，你蝦呀！瞅我幹啥？你瞅那兒，瞅他，瞅他，瞅蝦。我看你好像蝦，太笨了，那蝦都鑽石頭縫裡都沒瞅着。我拿夾子幫他一下啊。
哎，那是我夹子，不是虾，你薅它干啥？你是不是虎？喝鱼鹅虎？那虾在底下呢，你别薅我夹子。哎，对，虾搁那面呢。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章鱼超强的胃口，它会在一瞬间包裹住猎物，然后，哎，嘴里明显咬着東西的章鱼，只剩下一只钳子的虾。哦，合着你就薅了一个钳子吃啊？太愁人了。那虾自断个钳子你就放过它了？你吃整只虾多香啊！来，大哥助你一臂之力，削它！哎，这个笨，看我怎么抓它！给你打个样，哎。这小玩意儿身法不錯呀！別慌，穩住，瞄準，1、2、3，都抓到了！哥，我錯了，我剛才不應該說你笨，我就幫你搶個鉗子回來，你先衝中擊。那蝦走的也太好了，咱哥倆誰也沒抓着啊！那蝦只能先擱你缸裡放着呢，主要是我也抓不着它呀。這個視頻是前幾天拍的，其實本來不想發的，可是最近確實評論區有好多人都在問，我也想給大家一個交代吧。那天是我早上起來就發現燕子窯這樣了，當時我立刻問了好幾個玩海缸的大神，還有幾個海洋館的技術人員，但是都說已經沒法治了。綜合總結一下，導致這樣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燕子窯本身體內就有一些寄生蟲，在我家食物充足，這就給了寄生蟲生長和大量繁殖的條件，然後就導致它越來越能吃，但也突然之間暴瘦，變成這樣。其實發這期視頻吧，挺糾結的，雖然經常被大家叫海洋之災，但我也知道你們是開玩笑的。其實我挺怕聽着這詞兒的，因為就每次提及可能就是一條生命的離開。我挺糾結的，這條視頻如果不發，對喜歡燕子窯的粉絲沒有交代；發吧，還容易被人說是故意養死的。其實各位可以仔細想一下，燕子窯跟鯊魚養在同一個缸裡，同樣的環境和水，如果我故意想養死燕子窯，那我只能從環境和水上下手啊。那鯊魚同樣它也好不了。如果從食物上下手呢，我之前視頻大家也看了，我都砸扇貝把肉摳出來餵它呀。我雖然養魚技術不是很厲害，這個大家也都知道，但我一直也在學習中。光這個鯊魚缸裡面就有包括超大的外置氮粉、內置氮粉、臭氧發生器等6個淨水設備。全海魚圈公認難養的燈家鯛，我養活了5條，而且全部穩定開食。我作為一個喜歡動物的人，其實我挺怕大家覺得我虐待動物的。有時候家裡海魚死了，我都不敢發視頻。但是我又覺得，你說這樣是不是對喜歡我家動物的粉絲沒交代啊？電鰻前幾天身上長白點兒，完了剛治好，現在身上的皮又開始爛。養過電鰻的朋友都知道，這個物種就是啥都好，就是身上容易爛，就水沒問題，有時候也爛。我現在是給電鰻缸2天換一次水，水裡下的黃粉和土霉素，這些治療過程我都沒拍。他們生病我都不敢拍啊，更別提我會故意養死他們，然後發視頻博取流量了。大家喜歡我養這些寵物，我也不想給大家看着他們生病那樣，都挺稀罕的，那瞅着不心疼嗎？這個時候的燕子窯就已經快不行了，當時的我熬到下半夜4點多，然後陪他走完最後一程，斷氣兒，然後撈出來給他埋了。當時都不敢睡覺，因為如果不及時把燕子窯的屍體撈出來的話，整缸的水都可能會崩潰，這樣一來那幾條鯊魚也會有危險。燕子窯這個物種我超級喜歡，但是在做好充足的準備前，我不會再養了。希望也喜歡燕子窯的粉絲們再多給我一些時間。海魚這個東西，吃設備、吃品種，極度的不穩定，所以想要養好的話，就一定還是提高自己的飼養技術。今天的視頻呢，也是給喜歡燕子窯的粉絲們一個交代。再一個就是希望養魚的朋友以我為戒，按時做好驅蟲。
就这样，电鳗的那个病我还得去治，能用的药、能用的手段我已经几乎全都用了，但愿能好起来吧。那么大玩意儿，应该不能那么脆弱。这只海星正在4倍加速的镜头下翻身，就瞅它緩慢抬起腦袋这个樣子，再給它加個表情，像不像剛哥煤堆裡出來的派大星？不是，我的派大星家族又增加新成員了，看看這3個，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看的一個華麗版的派大星，這個我覺得也不錯，少女粉印花版派大星，這個的畫風就有點暗黑了，尖刺黑化版派大星。動畫片裡派大星不是用2個腳走路嗎？我讓你們看看現實版的派大星腳在哪啊！先給它翻過來，讓你們看看派大星是怎麼翻身的。出來幹啥呀？搶什麼鏡頭啊？這期的主角是派大星，回去去。這章魚哥真是哪有事哪到。看到派大星伸出來這些觸手沒？這個就是我說派大星的觸手，不是你的觸手。回去，回你洞裡待去。這期主角不是你。回去，回去。回上，信不信哥們兒今天蘸醬油就給你生吃了？哼，怕了？別惹我啊！我狠起來吃章魚都不吐骨頭。耶！你什麼時候翻過來的？你這也太快了吧！咱們再看一遍啊！現在用的是5倍的加速鏡頭，看到他伸出來那些小觸手了嗎？那個就是現實版派大星的腳，然後再看看他這個慢慢抬起頭的樣子。再給他加個表情，一個剛從煤堆裡出來的派大星就完成了。再把這仨海星也翻過來，讓你們看看他們集體翻身的樣子。嗯，咋就他一人翻身呢？不是，你倆是不會翻身嗎？那你們是怎麼活到現在的？長這麼好看，白瞎了。你要過來幹啥？也搶鏡啊！我吃蝦也不吐骨頭，我跟你講，醬油瓶子還在那兒呢啊！完了。倆水母纏一塊兒了，這玩意兒能用手解嗎？水母來了，雇傭雇傭，看看這小意境，如同那黑夜中撲火的撲棱蛾子。介紹一下啊，這個水母的品種不重要，是啥我也沒記住。重要的是這個品種名叫大西洋海刺，是一種專門吃水母的水母。也就是說，剛才不重要的那個是飼料。撈一個餵餵看，感謝這個不重要的水母為我們家大西洋海刺的飽腹感做出了一份貢獻，讓你們看看水母是怎麼吃東西的。哎，這就給掛上了，這玩意兒比我想象中的兇啊！再餵一個，我感覺另一隻大西洋海刺好像要去搶去，這倆水母到時候別纏一塊兒了，那可糟糕了。給你們拍一個側面視角的啊，啥也看不清。水母呢？ What the fuck？太兇殘了，啥時候吃的我都沒瞅着，而且我最擔心的事好像發生了，他倆是不是那個觸手纏一塊兒了？這咋整？我也不敢上手啊，給我手也纏一塊兒了，咋整啊？要麼研究研究，時間長，他倆是不是應該就能分開了 ？2000 years later， 半小時了啊，餵魚我都餵一圈了啊。 這倆水母越纏越緊吶 ！What the fuck？ 實在不行上手吧。你們說我這回我要拿手解了，下回他倆再纏我還有手解了嗎？天生鼻子上就長個逗貓棒的魚，你們見過嗎？就是這條五角虎，他來那天我就告訴他，跟着我指定能吃飽飯，但是跟着我他已經餓了半個月了。不是哥們兒不想餵。 五角虎是一種吃魚的海魚，而海魚不能經常餵淡水魚，會暴斃的。我家離海偏偏有200多公里，我管沒有關係。聰明機智，智力超群，臭不要臉的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餵這個黑瑪麗 The Black Mary。This is can 適應海 water 和淡 water 的 fish。I think 咋的？這玩意兒它也比那個單純的淡 water 的 fish 這good呀。 話不多說，開餵！五角虎最出名的就是它的攻擊速度之快。這玩意兒能快成這樣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可不可能咱先不論。你鼻子上長那個像逗貓棒一樣的玩意兒是啥？那個應該是吸引魚的吧？咱再餵一條試驗試驗啊！我瞅瞅咋回事。哎呀！
越說越来劲了呢，还哥们儿，你是个逗猫棒精吧？一根因为前世没有猫喜歡自己而鬱鬱而終的逗貓棒，今生投胎成魚的故事。轉世之後，腦袋上還長根逗貓棒，太感人了。還有你是一條魚，能不能拿尾巴給我游，別拿你那個腳在那兒走？無腳虎，無腳虎，名不虛傳吶。而且我看他現在離魚這麼近都不發起進攻，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你們說有沒有可能他不會向下攻擊？大臉來得太快，就像無腳虎的嘴，臉疼，不拍了。視頻的最後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覺得是無腳虎的嘴打臉快，還是螳螂蝦的拳頭打臉快？要不我哪天試試？這大家伙是真大呀！穩住！我要往這個缸裡面放一個體型超大的猛，不為別的，就因為我的白金猛魚又被咬了。罪魁禍首就是這個白不刺啦尖嘴猴腮的家伙，他不以為他在缸裡是老大嗎？他就任意欺負別的魚是嗎？很好，那我今天我就放一個比你更大的進去，就是這個足尺65厘米長的黃金河虎，但是這袋裡憋憋屈屈的，看不清魚長啥樣啊！這樣能看清了。不對，現在不是給你們看魚的時候，你媽可別拐死了！哎媽，這魚這麼沉，我以前有個紅斑牙魚就是這麼拐死的，但你別晃了。我覺得這魚太有勁了，你別動了，哥，別動它了。我也別過溫過水了，都這情況了，我還過什麼溫水呀？直接放裡頭得了。這一着急魚缸蓋開不開？給大家科普一下啊，這個叫黃金河虎啊。一般就是說這個魚就是不對，現在不是科普的時候啊！我的媽呀，太嚇人了！一般這個魚缸裡面養的普遍都是40厘米就算是很大了，但是這條有足65厘米長。一般魚友是養到這麼大體格子，在賣的幾乎沒有。為啥這條我收來了呢？因為這條魚吧，眼睛瞎了一隻。你仔細看，它這邊眼睛是黑的，那邊眼睛就沒有亮，看着沒？不過不要緊，一隻眼睛不影響戰鬥力。你不覺得你是這缸的老大嗎？啊，這回來了個更狠的，我看你還怎麼消這。我忘了剛才那個魚的地上還有粘液，滑呀！哎呦我去！哎呀，我的腚根骨啊！你們在我評論區刷屏讓我養的魚，給你們整來了。這可不是我慫美骨氣啊，主要是你們說話太好使了。隆重介紹一下，燈眼雕、燈眼夾、燈眼什麼來着？那等會兒我看一下啊。燈夾雕，哎，就這個名兒就是記憶力特別猶新。當時我看這個魚好玩，我就一下把它名兒給記住了。就科普一下啊，這個燈什麼來着？啊，燈夾雕，這個魚啊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會發光的凱魚，海魚，我這說都不會話了，反正你們能理解就行了啊。這種海魚呢，在黑暗的環境下，它的發光器會發光。我真的不想再說了，反正就是黑的時候，它那個眼底下就亮，完了亮的時候，眼睛底下就飛，就黑。你閒着沒事，你會發光幹啥呀？給我嘴好懸被折騰跑了。不行，我要報仇。你不是關燈就發光，開燈就不發光嗎？我也折騰你。報仇雪恨了，刷！繼續科普啊，大家仔細看，它這個發光器啊，在眼睛底下，也就是說這發光器長在眼皮上了。然後它在全黑的環境下吧，這個發光器那個形狀瞅着有點嚇人，就這種狹長的會發光的眼神讓人感覺很詭異，所以我就合計，要麼帶它拉個雙眼皮去，把這個發光器給它整成正圓形的，那多可愛呀！另外說一下啊，這個魚極度不好養，屬實有點不太容易養活，但是我覺得我肯定能給它養活。我作為一個養魚種糧的海洋之災，再加上這魚極度不好養，我覺得應該能負負得正啊！
海綿寶寶的海洋世界照入现实是什麼樣的？今天帶你們瞅一瞅。我養的這隻章魚哥一直是孤身一人，所以我覺得它特別孤獨。你看，每次我來這個魚缸前，它都得抓我的手，所以我決定給它找幾個同伴。說到章魚哥的同伴，那必須是派大星和海綿寶寶呀。接下來歡迎派大星登場。這派大星可能最近上火了，長一堆火疖子。找章魚哥玩去了，去！你看現實中的章魚哥多麼熱情好客，說啥就把派大星往家裡拖，不知道以為你要吃他呢。不過這個家可太寒碜了啊！我一會兒給你換一個。說到派大星和章魚哥，自然少不了海綿寶寶。有請海綿寶寶隆重登場。剛幫我家刷完碗，哎呀，那叫一個勤勞啊！不過你們看，現實當中的章魚哥還是很喜歡海綿寶寶的。我怎麼感覺突然之間他好像嫌棄海綿寶寶了呢？不過不要緊，早晚都是鄰居嘛，房子我都給他們準備好了。那個海綿宝寶呢，還得幫咱家刷碗啊，比較忙，就先不讓他进屋了。不過章魚哥可以先住進去嘛。至于派大星，哪天我搁外頭捡個石頭扔裡就得了。不過這麼好看個房子，你咋就不進來呢？那石頭縫就那麼好啊，這房子我不白給你整了嗎？有沒有可能現實版章魚哥跟動畫片裡一樣，也不想跟海綿寶寶做鄰居呢？來了！不是吧，大哥？鍋爐屋一拿走，你瞬間你就進來了？現實中的章魚哥也翻海綿寶寶嗎？整了半天，海綿寶寶是部紀錄片啊！那按照你在動畫片裡的性格，我送你件禮物，你肯定喜歡。我對象用了半天時間，給你拿陶泥做了個小豎笛。咋樣，喜歡不？拿去吹去吧。幹啥呀？稀罕成這樣啊！房倒屋塌的，這海綿寶寶真是部紀錄片啊！這是啊，那笛子拿着吹吧啊，沒人跟你搶。哎呀媽呀，這也太好聽了！我對象要聽着，笛子都能給你撅了。這魚歲數絕對比我大，那牙都快掉光了。哈嘍，大家好，我是王小怪啊。有沒有人發現我這個缸裡邊的白金小猛魚沒了呢？讓送人的，在這缸裡被打的實在太慘了，我看不下去了。但是就這樣也磨滅不了我對白金猛魚的熱愛，所以我又搞了個大的。這只的個頭都能把之前那個小的給吃了，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條恐龍魚。這條恐龍魚將會是我這個缸裡面作用最大的一條魚，具體作用最後講哈。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先把這個幽靈火箭和黃金貓先餵飽吧，然後同時給那個白猛和那個恐龍魚給它過溫過水哈。幽靈火箭還好說，但是這個黄金貓，實不相瞞，它現在一天造我1斤半的泥鰍。过溫過水完成，白猛入缸。之前那個小白猛被打成那樣，主要是因為太小了，幽靈火箭把它當吃的了。你再瞅瞅這個，體長將近50厘米。這種情況下就絕對不會被當成食物。我之所以對白金猛魚這麼痴迷，是因為我特別喜歡它那一嘴鋒利的牙齒。就這口牙，我跟你講，在所有的魚類裡面，它是最嚇人的。但是我剛才突然之間發現，我這條魚好像歲數比我大。它怎麼牙都快掉光了呢？你們說有沒有可能這玩意兒它是因為年齡小，所以在換牙呢？算了，先不管它那個牙了，先把恐龙魚入缸。為什麼說它將是未來這個缸裡作用最大的一條魚？因為恐龍魚後背上凸起的那些魚鰭，每一個裡頭都有一根刺兒，而且它的鱗片比較堅固，行動緩慢，身體又特別結實，所以說它是一個能有效轉移那2條大魚對於白金猛魚注意力，而且咬了還咂嘴還抗揍的魚肉沙袋。